传统老菜罗汉大虾。哟，这是北京饭店的一道名菜，哎，也是他家菜的一道老啊。一呢，我们要看这儿啊，下锅这个很脏，把这个挑出来都是沙子，便于这虾入味了，要从脊背给它打开，要把虾线给它挑出来。这虾呢，要从这个1节、2节、3节啊，从第3节把它切开。但是大爷，过去他家菜用的是大明虾，您这虾不对呀。这虾现在市场啊，只能买到这种虾了。这是个老菜，就是一个菜是2吃，虾头呢靠，虾尾呢要让馅儿，让出来以后呢，像个罗汉的肚子，圆圆乎乎。这个呢要把虾尾巴这个壳呢要去掉。他有人啊开这虾是这么开的，这一开不要紧，就劈叉啊，一定要从这边开。他这个用刀法不一样，对，从脊背开啊。如果要是从这边开就麻烦了，就到这儿就劈叉了。所以呢，一定要从这边开。这点上一定要给它斩一样，不斩一样它有筋啊，一炸容易卷啊，圆圆乎乎啊。老汉子就注重细节。哎，其实你看他这刀口，你看到没有？一斜，一打开，尖儿一碰就圆。哎，好多人他不明白，直接就气头下来了，一定要斜一点，它下来以后它就是圆的。好了，咱们把它腌上，腌点底味儿。哎，我搁点盐，虾呢别咸，大约在2克到3克盐。胡椒，200给点酒，少来。好，葱姜，你看搁点葱姜，看着不起眼儿，但是你待会儿一做完这菜以后啊，你就才感觉到，哟，这虾里边有葱香的味儿。嘿，我们给它腌一会儿。我们还要制点虾馅儿，这虾馅儿呢就是这样啊，一拍啊，一剁。哎，行了，对，调馅儿，回边肉也是给它切碎，做成碟。葱姜酒水啊，盐、胡椒、淀粉。现在这虾呢都是养殖虾，我们要搁个鸡蛋，加点淀粉，增加这虾的口感，还有弹牙啊，朝一个方向挑动。蛋清再搅，馅儿制好了，上面咱就开始操作了。毛巾啊，这虾呢腌了半天了啊，腌好了啊，开点淀粉。咱排好队了吧？为了让大小均匀，拿手挤这丸子，这丸子一挤就知道这大小都一样的。哎，这个是打好的虾馅儿，虾馅儿呢里边有飞镖啊，有虾蓉。看着啊，拿起来，小花碗啊，你看啊，蘸点水，不蘸水不行。你看啊，一抹得圆圆乎乎的，抹这个时候还得你看这底儿这儿，往里兜一兜，兜一下，圆了吧？完了，好了，再来这芝麻，像不像罗汉这个肚脐眼儿？可是像吧？肚脐眼儿黑的，里边的黑东西。不许说那明白啊！小尾巴红的拿出来哈，这个黑的白的，是不是明白了吧？什么叫罗汉大虾？这回是明白了，确实是真的第一次在您身边看您手把手的做这道菜。过去这菜呢，一个菜用另外一个菜来进行点缀，让人吃2个味道。这个过去呢，我们这个宴席里边要有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烧、烩、焖、溜，各种烹调方法，各种口味都要在这宴席里边，让客人来体验。你看，圆乎乎、胖嘟嘟，特别像罗汉那个肚子，滴溜圆。这个呢，咱分2个步骤是吧？先炸这个，油大约50热。你看它一炸完了，这颜色一上来，粉嘟嘟的。40到50成，下锅给它去熟。怎么看出这熟呢？鼓起去熟，很好看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这儿先注油再下锅煎，油焖大虾。今儿大爷同志教2个菜，对，一个油焖，一个是罗汉，两边煎的给上头，红了，要是大明虾呢，它现在就都出红油了，我们还得拿勺子拍一拍，轻轻的拍头，拍背头啊，这红油就出来了。这种虾没有油，这个中央酥呢搁一半，要不然给来点酒，
一定要煎透啊，不煎透有这虾是面的。这个多点酒没事啊。这个水，这油焖大虾呢，我们先第一个先搁什么呀？搁底味儿，先搁盐、胡椒、白糖，白糖得照20克，这点儿一会儿还得要搁，因为这虾呢颜色不是特别美啊，不是那么红，我们还要搁一点番茄酱，这番茄酱不要多，大约有15克番茄酱啊。出来这汁啊要红亮，你这糖要搁的要恰到好处，粘稠度糖糊化之后，对，糖浆，哎，糖浆，为什么叫焖呢？我稍微盖一盖。我们这时候可以炸这个了。对，烧鱼啊、烧肉啊，一定要盖锅。为什么放好多水啊？最后还有一个收汁过程。啊，你看这汁很亮啊。那再往尝一下，还差点糖。这糖的比例和盐要弄好了，有时候你盐不够，这不行，太甜了也不行啊。好了，装盘儿啊，装盘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得垫上点儿，一边高一边低，垫着点儿呢，让这个汤汁不会沁到那头去啊。10个啊，好了。待会儿再收汁啊，跟您炸这，哎，这虾啊，是吧？这虾又复炸一遍啊。好，我先把虾装上啊。师傅，你看你的虾尾巴很精彩，上面罗汉那肚子，来这个，这个出来就好看了，没疙瘩，稍微熬一下，干啥？加点香油，加香油呢是来覆盖于这虾的腥味儿。熬不能出油，一出油完蛋。明亮，明亮，哎，起泡了。啊，好，二哥给揪上。哎，过了螺跟不过螺，哎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是吧？嗯，谢谢二班，罗汉大家啊，好了，先吃虾头，先吃味儿。我跟您说实话，大爷，我看过太多这个网上的菜了，看到了，大爷这个罗汉大虾，50年弹指一挥间。一会儿呢，我跟大爷有老去，他菜有根基，有魂，有传承，是吧？希望我们真正做美食的人啊，都希望像大爷似的，啊，有一颗不老的心，是吧？传承技艺。好，谢谢二班，二班说的很，然后又有点伤感，好家伙，我确实是50年了。我呀，这个刚才二白一说这个对老去，我不是字儿，不是，反正在技术方面的这个师傅就是一个宝藏，永远有我们徒弟学不到的，学不完的啊。反正今天不说的话，我也不说了啊。学习的时候啊，我就是徒弟；那么生活当中，我就是儿子。谢谢师傅指导。哎呦，快起！哟，你让我激动了，快起！啊，快起！看起来呢，我们60多了哈，退休以后呢，做老干部这种传承中华美食厨艺，其实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啊。而且呢，这些身边这些好徒弟，跟着我们一路走过来这么2年多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感觉我们后边的路还很长，虽然老了，但是我们心不老。啊，中华美食博大精深，永远啊有我们学不完的东西。